成人的世界有很多难过和悲哀，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找不到可以安心哭泣的地方，而这首歌可以。2021年11月中旬，米卡再次演绎了这首《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》，是与2015年的那场完全不同的感觉。他整个人都变得更为从容平静，没有乐队的编制，只有简单的钢琴与大提琴的不插电形式，让米卡的声音得以最大的展示。此时的他就如同一位历经风雨的好友，在一个平静的午后时光，与你细细倾诉他从黑暗深渊走出来的心路历程。哪怕是唱到最痛苦的部分，他也只是微微扬起頭，颤抖自己的身体。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まだあなたに出会ってなかったから。他坦言，如今的自己看待世界的情感不同，显得更为从容平和。有人说，每当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我就会听这首歌。这首歌治愈了很多人，也救活了很多人。这首歌发行后，日本的自杀率神奇地降到了历史最低。这首歌也成了很多人治愈系歌单里的必选曲目。而中岛美嘉其实也是想死却拼命活下来的人。1983年，中岛美嘉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，父亲是货车司机，每天早起晚归；母亲是家庭主妇，需要边带孩子边剪裁衣服赚钱。正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，父母的婚姻并不幸福，而这不幸却成了父母对她的冷淡。中岛美嘉没有得到过父母的宠爱，也没有人管她，这使她的性格从小就十分内向，没什么朋友，也不爱学习，还经常被人欺负。小学时，中岛美嘉被几个男生欺负，姐姐正好看到这一幕，就非常生气地跑去打那几个男生。那一刻，挺身而出的姐姐成了她最崇拜的人。她也坚信这种酷酷的性格可以保护自己。上初中后，中岛美嘉受到日本不良文化的影响，开始抽烟喝酒，染发化妆，改造制服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酷酷的坏女孩。曾经还有过1学期的时间没去过学校，导致成绩单上全是空白。她以为自己只要足够坏，别人就不能欺负她了。可现实是残酷的，那些人看她穿得太暴露，打扮得太过张扬，而继续欺负她。初2时，中岛美嘉终于忍受不了校园暴力，而被迫转学。1998年，中岛美嘉读完初中后，没有选择继续深造学业，而是跑去一家速食店打工了。那些辍学的小孩都以为步入社会就会没有约束、没有压力了，中岛美嘉也是这么认为的。她的结局跟大多数人一样，终日为生活而奔波，却毫无生气。中岛美嘉在16中回忆起当时的日子，害怕被讨厌，一个人什么都做不到，可怕的无聊的日子。1999年，16岁的中岛美嘉不甘过这样的生活，于是她开始以模特的身份参加各种试镜。结果如同所有悲剧故事一样，凡是她参加的试镜通通落选。可她的性格偏偏是不服输。在今后的2年时间里，尽管她白天上班再累，回到出租屋后依旧在练习唱歌，有时吵到了隔壁的邻居，还会招来谩骂和嘲讽。可人生不总是倒霉，老天也会把机会留给努力的人。2001年，中岛美嘉发现自己并不适合模特，而转型做歌手，向唱片公司寄出试唱带。没想到这次被索尼唱片选中，获得了 Sony Audition 的选秀机会。随后在节目中脱颖而出，获得了电视剧《倾诉伤痕恋歌》的主演机会，还发行单曲 Stars。 这首单曲一推出就火了，登上了 Oricon 排行榜前3，当年唱片销量突破60万张，这是18岁的中岛美嘉最棒的成年礼。而在今后的几年中，中岛美嘉的热度蹭蹭往上涨，出演各种影视剧，发布多张唱片，成就越来越多，奖杯也拿得手软。她演唱的《雪之花》被许多外国歌手翻唱，而韩雪的成名曲《飘雪》就是翻唱中岛美嘉的《雪之花》，一出即封神，说的就是中岛美嘉这类人。她的人生从此走入了第2阶段。每个好听的故事都必定会经历一波三折，而中岛美嘉的人生也不例外。
2010年对于中岛美嘉而言是一个具有毁灭性的一年。在人生的巅峰期，她患上了咽鼓管开放症，这个病会导致连接口腔和耳朵的咽鼓管无法完全闭合，会极端放大自己的声音，耳朵长时间有闭塞感，偶尔听不到外界的声音。病情会随着天气等状况时好时坏，有时在舞台上会完全听不到外界声音。中岛美嘉不甘心，她坚持唱歌，努力创作，为的是能再次登上舞台。她说，听不见声音就使劲用嗓子喊，到最后连声音都发不出了。偏不信命的她就是不肯放弃音乐，于是玩命地练习唱歌，以此来弥补听不见的缺陷。可尽管她如此卖命，也无法控制音准和节奏，这招来了粉丝的批评，说她声音沙哑，唱歌跑调。在秋天的一场演唱会上，她正式宣布暂停所有的演艺活动，专心养病。这些话说完后，中岛美嘉在台上哭了5分钟。在那一刻，她的绝望已经慢慢浮现。可让她真正感到绝望的事情是，千里迢迢跑到美国治疗，却只得到了4个字：无法治愈。没有人能够在这4个字面前不感到绝望。用她的原话来说，那就是每一天都在煎熬中哭着度过。可是啊，这个玩命的女孩，尽管快要被黑暗吞噬，还是凭借不服输的热血坚持了下去。她心想，耳朵听不进去，不是还有眼睛和嘴巴吗？于是她开始一边接受治疗，一边练习发声，在街头的长椅练习发声，对着镜子练习发声，努力地学习别人唱歌的口型，用眼睛去感受音乐的节拍。就这样一遍一遍地练。回忆那段生病的日子，中岛美嘉说，每天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不知该何去何从，每天哭，每天练习发声，那个时候真的很难熬。可尽管在这种状态下，他只花了半年时间就着急复出了，但问题是他的耳朵还是听不见，所以唱得非常不理想。他的复出首秀被媒体评价为唱得鬼哭狼嚎。2011年里，他收到的更多是批评。一书说过，愈是运气不好，愈要沉住气，默默振作，静静熬过去。2013年，中岛美嘉带着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的作品，重新回到荣耀的舞台。那一句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，唱哭了无数人。而让人感到心疼的是，他依旧听不见声音，所以只能在演唱中通过不断的跺脚寻找节拍。当他跪在地下摸音箱找节奏的时候，很多人心中那柔软的地方一下子被击中。在那一刻，终于理解了他经历的痛苦。网友们也在这首歌曲下留下了密密麻麻的评论，很多都是在向他人传达善意和安慰。我爱你，也感谢你从不放弃我，没关系，一切都过去了。中岛美嘉，我爱你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每个经历过黑暗时刻的人都在这首歌中得到救赎。而在歌词中有一句是这么写的：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，是那个少年找到了我。就像歌词中所写的一样，中岛美嘉在生病的那段期间遇到了清水邦广，这个人曾让他在绝望中看见希望。于是在2014年，两个人走向了婚姻的殿堂，他的人生也因此走入了第3阶段。电影最不负责任的就是他永远只告诉我们一个片段的结局，可人生从来就不是，到了悲剧就会永远不幸，到了幸福就会永远幸福。人生起起伏伏，无比曲折。2018年，中岛美嘉跟清水邦广离婚，4年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了。那首歌里给他带来希望的少年，没有陪他走完这辈子，他又变成了一个人。或许你会认为这是一个悲剧结尾，这可不是电影情节。人生海海，我们都未曾到达人生的彼岸，中途会发生什么，我们无法预料。或许在2018年后，他不必因为拥有某个少年才能得到幸福了呢？幸福不一定拥有谁才能得到，内心的安乐与知足才是最终的解脱之道。相信人的可塑造性，相信人的无穷生命力。就像中岛美嘉自己说的一样，在最黑暗的那段人生，是我自己把自己拉出深渊，没有那个人，我就做那个人。就像演唱会尾声缓缓而出的字幕，为了描写浓烈的希望，就必须先描写深层的黑暗。
人生亦如此，正因我们见过黑暗，才向往光明，终究成为一个温暖善良的人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，欢迎评论、订阅、转发。这里是雨姐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